现在该把比特币换成以太坊吗？以太坊会暴涨吗？如果你对这些问题感兴趣，请随我看下去。我们先看到我过去所开的仓位，那这2张多单呢，都是币本位。其实我在牛市，我只会做币本位，因为它可以帮我节省资金的成本。如果我用 U 本位的话，这些 U 它可以被拿来买成比特币或以太坊，来享受更好的涨幅哦。所以我会选择直接拿比特币或以太坊来当成保证金。你可以看到呢，我们交易如果有赚钱其实也是直接以比特币或以太坊来做结算的。那即使现在呢，好比说这一单我平仓的话，就是赚10个以太坊。那这10个以太坊现在或许只价值4万美金，不过等到了这个牛市结束的时候呢，以太坊或许有机会可以来到1万多美金。那么10颗以太坊的利润就会有10多万美金，就算是相当丰厚了。那比特币其实也是同理。我认为接下来市场的主角呢，会慢慢从比特币转往以太坊。我们先观察一下我们这个牛市的重点，也就是 ETF。在过去呢，比特币有非常多的资金流入。我们在过去至少这几天3亿、3亿、6亿、5亿、7亿多、3亿多。或许大家会比较少注意到以太坊。那我们来观察一下我们在周四，也就是12月5号的时候呢，我们一天在以太坊现货 ETF 就流入了高达4亿2800万的美金这是相当可观的。这也是我们以太坊 ETF 上市以来呢，有史以来最高的流入量单日。或许大家没有感知到对于以太坊单一币种来说，4亿2800万的流入量意味着什么？我们过去或许都把比特币太刻板印象化了，也就是我们或许会认为4亿多的资金流入并不是很多，但对于以太坊来说呢，这是非常可观的，因为以太坊的市值仅仅只有比特币的1/4，所以4亿2800万的流入量呢，在以太坊相当于在比特币上面有16亿、17亿的流入量。那么大家都清楚，我们在过往比特币其实流入量最高也不过就是10亿、12亿，其实就已经非常高了。那以太坊呢，它居然相当于有16亿、17亿的流入量在单日这是相当夸张的。我认为现在市场的关注度已经慢慢由比特币转往以太坊了。那么以太坊它也是从现在呢开始强势。我们过往有谈到我们这轮牛市资金流入的底层逻辑，其实就是从 ETF 里面来流入的。那么我们在过往呢，其实在以太坊上面，我们是看不太到有非常多资金从 ETF 流入的。我们是直到最近，我们才看到有巨额的资金流入。那这可以显见即使市场因为 ETF 而改变了，以太坊也会因为 ETF 而受惠的。所以我认为呢，以太坊它接下来会变得极为的强势，而且现在就是这个转折点。那么以太坊在这个牛市呢，也不会被淘汰。它在这个牛市，它的强势程度呢，也会像过去几轮一样都会有至少一段的强势上涨，都会至少呢有一段趋势是比比特币要来的更为强烈的。你可以看到我们下方流入的数据这个零轴就是零流入，那往下呢就是负流入我们都知道比特币跟以太坊呢都有灰度的负流入。那我们在过去很长的一段时间甚至一直都是处于净流出的状况。不过我们最近呢已经恢复到了正流入，而且我们目前正在经历以太坊的第一波资金流入潮，也就是从我们11月初开始的这一波资金流入潮。你可以看到贝莱德流入了非常多的资金。那这就像我们当时比特币的资金流入潮一样，目前比特币的资金流入潮呢，已经经历了2波。那目前以太坊只在刚开始的第一波的刚开始。你可以看到，当时我们比特币资金流入呢，在2、3月份尤其的明显，那导致我们从3万8一路走到7万4。还有我们第2波就是现在，我们当时从10月初一直到我们现在的流入潮呢，让我们的比特币大约从5、6万左右呢，一直上涨到现在10几万那你可以看到，比特币已经有2波流入了。以太坊我相信
接下来也会有数波的流入潮。那我们现在只在刚开始的第一波而已，所以我们现在与其去把握比特币涨幅已经有限的机会呢，我认为以太坊是更值得我们把握的。或许大家对于我们在上周四的流入，我们没有比较的基准哦。如果说我们把以太坊上市到现在以来每一天的流入流出呢，都摊开成表格做这种横向的比较，我们就可以清楚我们最近的流入潮是有多么的疯狂啊！大家可以看到呢，我们在最近以太坊的流入量啊，它出现了井喷式的增长啊，这是在我们这过去都没有见到的。如果说啊，我们的 ETF 流入量都如同我们在前面所维持的这种不温不火的状况的话，我甚至认为我们这轮牛市以太坊它很有可能呢就不会变得很强势，或者说强势的时间点就会很短。那我们也不值得把比特币换成以太坊。不过我们最近的 ETF 流入呢，巨量流入就已经印证了，我们在这轮牛市还是会如同我们过往的周期，以太坊它会强势一段时间，或许是5-6个月，或许是4-5个月。那以太坊在这段时间呢，会迎来暴涨，会迎来以太坊的热潮、狂潮。如果大家有经历上一轮牛市的话，大家就会很清楚。那我认为呢，现在就是以太坊狂潮呢开启的起涨点。如果大家对这些交易机会感兴趣的话，非常欢迎你可以点击影片下方的 Bybit 链接。现在只要 KYC 入金$100，就送你$500的仓位，而且你可以拿2次哦。你可以拿比特币的仓位，还可以拿山寨币的仓位。你只要 KYC 入金$100就可以完成，非常简单。那我们再回到以太坊的图表来做观察，这是以太坊周线的图表。4000对于以太坊来说是非常重要的门槛哦。4000之于以太坊，相当于7万之于比特币。我们可以从周线上来观察，其实我们过去呢，以太坊受阻大概就在4000左右。从我们上一轮牛市一直到我们现在呢，其实都是如此的。那我们现在即将突破这个阻力，就如同比特币在过往呢受到7万的阻力受阻，大概有2-3次。那我们现在呢突破之后，直接从7万一路走到了10多万，而且这轮涨势还没有结束哦。那么同样的状况，或许你错过了比特币，或许你在比特币没有掌握得很好，那现在这个机会呢就来到以太坊身上了。你可以看到啊，我们在4000上方累积的筹码呢是相当有限的，也就是只要我们可以突破4000，那我们往上呢就没有任何的供应，没有任何的阻力。我们过去在4000以上是没有套牢盘的，所以当我们在经过4000往上之后呢，我们就进入了跟比特币很雷同的 price exploring 价格探索区间。那这个时候我们就会拉涨的非常迅速哦，就如同我们当时比特币突破74000之后，我们所看到的涨幅那个样子。好，那我们再观察哦，其实以太坊呢已经非常非常接近我们前高了。我们前高大概在$4097左右，那我们在前几天已经来到了4087，其实已经非常非常接近了。那我们再把这个级别呢再缩小一点，我们回到日线，我们可以发现呢，如果在日线上的话，我们目前其实上方已经没有什么阻力了，因为我们上方已经没有所谓筹码累积的区域，所以我认为以太坊它现在虽然说是在缓缓上涨的过程但绝对不是它暴涨的时候。它暴涨的时候，基本上是不会有什么太大的回调，然后很快就可以翻了2倍、3倍。如果大家有在2021年体验过的话，我相信大家都了解啊。那最后我们再来说明一下，我们比特币换成以太坊的时机还有方法。在这轮牛市当中呢，至少在过去的2年我比特币和以太坊的比例呢，大约是7:3。那我现在换到了6:4，也就是过去是比特币7，以太坊3，那现在是比特币6，以太坊4。我个人换仓位的时候呢，我都会选择在一定的时间段，然后一定的价位来去做更换因为这样可以降低我们的风险
我们分批就可以降低风险了。那我个人换的这个时间点呢，其实就是现在啊，那其实也已经开始了，大概会持续2到3个礼拜。那有人可能会说啦，如果接下来以太坊它的走势会比比特币要更强劲，以太坊会涨得比比特币多，那为什么不把全部的钱都换成以太坊呢？为什么不把所有的比特币都换成以太坊呢？那这个时候啊，我们注意到了收益，我们也必须要注意到风险。我认为呢，我们可以用一个比较值来去比较风险跟收益之间的关系，也就是 CP 值当这个 CP 值呢越高的时候，那就代表越值得持有这项资产我们先来列出这个公式好了。CP 值呢等于风险等于这个收益去除以资产，去除以风险，也就是我们要找 CP 值高的资产呢，我们就必须找预期的收益很高，但是风险越低越好。那在现实当中呢，基本上收益越高的资产呢，风险也会越高。所以我们必须找到两者之间的平衡。那对于比特币来说呢，我们今天有2个资产比特币跟以太坊。对于比特币来说呢，我们的收益它是平平。说实话，我们已经来到了10多万了，往上的空间绝对有，但是会慢慢变得有限起来。那这个时候，我们应该要慢慢的注意到风险而不是认为市场还存在着无限多的机会。所以它的收益呢，其实是比较平稳的，但它的风险呢，相对于比特币来说是小了不少。那以太坊这个资产呢，虽说它的收益比比特币高很多，但它的风险呢也会比比特币高很多。我相信大家如果有经历过以太坊在上一轮牛市的价格变化的话，以太坊在上一轮一天就可以跌去30-40%，那一个礼拜跌去50-60%都不在话下，你绝对可以找到这种行情那如果在我的资产配置当中，我把以太坊的比例配置的过高，很有可能呢，我的资产就会出现非常大幅度的变化，那导致我做出情绪性的决定。当你做出情绪性的决定的时候，往往是错误的。不管是你在恐惧的情绪，你在贪婪的情绪，只要你的决定是有情绪性的，那往往是错误的。那即使我去少了一些收益呢，我可以规避掉这种风险，规避掉我做出情绪性决定的风险，我认为也是正确的。那当然，以太坊跟比特币的比例呢，取决于你可以承受风险的忍耐程度，也取决于你的心理素质。那我认为呢，比特币、以太坊的比例6:4，对我来说会是最健康的。我不会做出不理性的决定。那当然了，我认为未来的一段时间，或许5到6个月内呢，以太坊它的表现，我认为会显著的高于比特币。好，那我们再来观察一下我们目前的盘面好了。我们目前比特币跟以太坊之间的汇率呢，以太坊还是比较划算它还是在我们近期的低点而且我们过去呢也都是在12月创造出汇率的低点所以我认为目前确实是一个把比特币换成以太坊蛮不错的时间那我再往后呢也不会再做任何的更换因为对我来说呢，其实市场慢慢上行，然后慢慢牛市的时间被压缩过后，我会更注意到的是风险，而不是潜在的收益。所以我个人呢，参与完接下来以太坊的涨幅，我自己就会慢慢变得比较平稳，慢慢越来越保守。好，非常感谢各位，非常欢迎大家可以帮我的影片点赞、订阅、分享、开启小铃铛，就是对我最大的支持。真的非常非常感谢各位，拜拜。